This is the all-new Mercedes-Benz EQS, Mercedes EQ 系列的第一款豪华型电动房车。0.20 CD 风阻系数让 EQS 打破了量产车风阻系数的记录，成为 most aerodynamic production car in the world。而 EQS 是一个 5-door liftback 车型，车体线条非常优美，还有隐藏式的车门手把。大马版 EQS 450 Plus 采用 AMG Line 套装，有21寸的 Multi-Sport AMG 轻量化轮圈，用11 kW AC 慢充，10小时可以充到 100%， 200 kW DC 快充，31分钟可以从 10% 充到 80%， 充满电能够行驶631公里到782公里，你要做 Penang Run、JB Run 都没有问题。再来，车头左侧有一个盖子，看起来不像是充电口，推下去过后原来是加 Viper 的水，就是雨刷水，非常的特别。车尾门开口面积很大，有610公升的行李箱空间，因为电池是平铺在车子的中间，所以底下还有相当大的储物空间。Mercedes EQS 是基于 EVA 纯电动车平台打造，所以中间凸起来的地方不高，腿部空间宽敞，但是还不够宽敞，因为车顶坐低的关系所以大大压缩了后排乘客的头部空间。大马版 EQS 450 Plus 标配全景式玻璃天窗，后座的头枕很柔软，乘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电动座椅，你要发热椅还是冷椅。前方有 MBUX High-End Rear Entertainment System， 中央扶手这边还有一个 Samsung Tablet， 里面有 Wireless Charger 手机无线充电器。Mercedes-Benz Malaysia 也为 EQS 450 Plus 搭配了710瓦15个 speaker 的 Burmester 3D 环绕式音响系统。中控台的部分，这个 MBUX Hyper Screen 一共由3块萤幕组成，分别是电子仪表板、中央萤幕和副驾驶萤幕。而这个 Passenger Display 一般上都会在 Ferrari 的车款上面看到。全新的 Mercedes EQS 450 Plus 的售价从698,888块起，比本地组装的 S580E 便宜了1万块。因为马来西亚政府给予纯电动车免 Excise Duty 的政策，所以 EQS 450 Plus 可以得到更多的设备。我开过 Porsche 的电动车，也开过 Hyundai、BMW Mini 的电动车，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开 Mercedes-Benz 的电动车，就是 Mercedes-Benz EQS。那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呢 ，EQS 就是一个电动版本的 S-Class，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 EQS 呢，它搭载的这个是 EV Dedicated Platform， 也就是一个专为电动车开发的平台，而不是像 EQA、EQB、EQC 这样子，就是油改电的车子。所以 EQS 对于 Mercedes-Benz 的 EQ 系列来讲，可以是一个相当创新的车子，因为你没有办法在上面看到 S-Class 的任何影子。从它的仪表板、外观、内饰、车头、车尾、车侧，它就是独树一格，非常的有专属的感觉。那这台车子呢，它的轴距是长达3210mm。Porsche Taycan 是2900mm， 所以它比 Taycan 长了310mm， 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车子。而 EQS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说 BMW 最新的 i7 和7 Series 呢，那一个车子它其实除了电动平台之外，它也提供6气缸跟8气缸的汽油引擎。可是 EQS 不是，你不会看到一个有 engine 的 EQS， 没有 EQS 就是 EQS。所以 Mercedes-Benz Malaysia 引进的这个是 EQS 450 Plus， 那 EQS 350跟450 Plus 都是 Rear Wheel Drive 后轮驱动，就代表它的前面是没有电动马达的。所以它采用的这个是120 kWh 的锂离子电池，它有329 horsepower 和568 Nm， 0到100是 6.2 秒。那因为它的这个电池是非常的大，你看我以前开 iX 或者是 i4 呢，他们的 battery pack 大概是80 kWh 罢了，它120 kW 就让到它的纯电动行驶距离 up to 785公里。所以你每次很喜欢讲 KL Penang Run 或者 KL JB Run， 它可以做得到 ，technically 是做得到的啦，因为电池这么大。把电池这么大的伴随而来的问题就是它的车子非常的重这台车子是2450公斤以上。给柴油，给 Go。哇，真的
就如我预期的，你一个差不多2500公斤的车子啊，电动车你看它的585 Nm 是 instant torque 嘛，你一踩它就去了。问题是你要 brake 啊，你要用比你想象中还要更短的距离来 brake。I mean 更远的距离来 brake， 就你远远看到车子，你不可以到它屁股你才 brake， 你 brake 不到的，因为车子就是很重。而且呢，这个电动车呢，它的轴距跟车身的比例是非常接近了的。因为通常汽油车前面要留很多的位给你的 engine， 给你的 gearbox， 给你的 aircon 的水箱等等。所以讲回来，这辆车子的使用界面呢，它跟我之前试驾过的新款的这个 W206 C-Class 是非常的像，特别是这个 Dynamic Mode， 只是格局上有一点不同，所以它有 Eco、Comfort、Sport 和 Individual。Individual 里面可以调整什么？可以调整你的 Drive、Suspension， 可以选择 Comfort 或者 Sport。因为 Malaysia version 的 EQS 450 Plus 它是有标配 Airmatic 空气悬挂的。再来 Steering， 还有 ESP 和 Drive Mode 都可以选择。它还有一个东西叫 Sound， 所以你可以选择 Comfort 或者是 Sport 的这个 Sound， 就有点像 BMW 的 Iconic Sounds Electric 这样子的东西啦。除此之外，它的这个 MBUX 的地图是相当大块，你看整个就是我们试车生涯里面没有看过这么大块的荧幕，而且旁边还有一个 Passenger Display。这边等太久了才。所以坦白讲我开过这么多品牌的电动车呢，讲真的，电动车有时候它就是在 drivetrain 那边它已经没有什么个性化的差异了。你说 CVT 有 CVT 的样子， DCT 有 DCT 的样子。Torque Converter 有 Torque Converter 的样子，可是所有电动车 either one speed、two speed， 它们都是同一个 pattern， 踩了油走，很安静，然后整个车子很快。这 EV 车的特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之前有讲过电动车有时候为什么要设计到这么标新立异，外观、车头、车尾里面为什么要设计到这么夸张，这么难听一点可以讲是有一点浮夸啦。它 have to 这样子，你懂吗？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子做 ，what's the difference？No， 每一台电动车都是一踩就去，一踩就飞啊！所以，哇，真的是很快。其实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调整驾驶模式啦，我比较喜欢那种实体的按钮。把 Mercedes-Benz 就是 All In Haptic Touch 啊，所以 OK，Sport Mode 踩油，哇，有灯。哇，你很难imagine到一个3210mm 轴距的车子在 U 灯的时候跟 A Class 一样灵活，因为 Mercedes-Benz Malaysia 为它加入了 Rear Axle Steering， 就是后轴转向系统，也可以叫4轮转向系统，非常的灵活。我没有记错的话 S Class 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反正在 EQS 有，因为 EQS Tax Free， 所以 Tax Free 就可以给你 Digital Light， 给你 Burmester， 冚唪唥都给你，因为没有 Tax 嘛。OK， 我们先来试看了 Suspension 过蹲。哇 ，S Class 就是 S Class， 非常的舒服。你过蹲，因为我担心它不是 SUV 车身低很容易会嘣嘣的。你看30 ，OK 我不信，我现在去到它的 Sport Mode、Suspension、Steering、Drivetrain，everything 都去到 Sport Mode。OK， 快一点，30，哇！快 break， 哇 ，Airmatic 真的是有2把刷子啊！真的，我本来没有 expect 到它这么，因为你知道电动车很重嘛，所以那个 suspension 其实是很难做的，你懂吗？因为你一个 suspension 要搭焊1500公斤的车子跟2500公斤的车子是2个不同的东西了。OK， 你看这样小个能让我放转，哇，几开心哦！你看，怎样转就怎样转哦。Oh my god！ 真的，我觉得 Rear Wheel Steering 是所有这种然后超过2900mm、3000mm 车子一定要标配的东西，不然在马来西亚真的是太麻烦了。你 imagine 你要进出 car park， 一些很窄的 car park 等等你没有后轴转向，你可能要摆好几次 ，even 它的 turning radius 是很长都好。烂路，给过一个烂路。OK， 把车弄肮脏。怎么会低的？它是看到有水，好聪明。高速过弯，
也是一样，就跟我预期的一样，电动车呢，在过 corner 的时候啊，你要更加的有把握，你要更加的熟练它，因为那个 body roll 啊，变成这么重的车子在压弯的时候，在过弯的时候呢，你有一点难 predict 它啦。Right， 尤其是你出弯的时候，它好像它的指向性会大大受到影响。其实电动车不需要一直这样踩的，懂吗？因为有时候我试车，我是要知道它的能耐到哪里罢了。因为你驾惯电动车，你知道的，你不需要踩很大力的，你轻轻这样点你就看到旁边的车离你而去啊，他们可能已经 RPM 可能已经4-5千转了，你就是静静的这样走，所以它会改变了你对速度的这个定义，要重新定义什么叫速度。就简单分享一下这个 Mercedes-Benz EQS 450 Plus 的试驾心得。那我觉得呢，它的这个动力数据啊，就是329 horsepower 和568 Nm，并没有让这辆车子太有爆发力。我不是讲它没有力啊，它真的是非常有力。可是因为它伴随而来，你要更大的 battery 能够纯电动走600-700公里，它伴随而来的就是一个2300公斤、2400公斤，甚至2500公斤的车重，而且轮圈也不小。然后车子的整个设备，包括 suspension、airmatic， 都会对车子的重量造成一定的负担。所以它不是一个怎么讲？它不是一个 super EV car， 绝对不是。因为 Mercedes EQS 450 Plus 顶上还有580，I mean EQS 580，还有 EQS 53，那些都是 4MATIC 4轮驱动。前面有马达跟前面没有马达差很远的，真的是差很远的。那个 G4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想象 Taycan 有rear wheel drive 跟 4 wheel drive 的嘛？然后 BMW i4 有 rear wheel drive 跟 4 wheel drive 的嘛，所以这个是相对比较斯文、比较保守的一个动力输出，而且价钱也不贵嘛。你看它卖698,888块，就是比 S580E 还要便宜1万块。而在刚刚发布的时候 ，Mercedes-Benz 也交车交了应该5-6辆这样子，所以它在马来西亚肯定是会大卖的。我讲的大卖不是卖1000-1万辆啊 ，OK， 就是 relatively 大卖啦。所以希望不久的将来我有机会把这个车子做一个long-term review， 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所以希望大家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Facebook page and cut。